这是我老婆，她在吃小羊生煎，不过后面才会提到她。我们先来讨论一个话题啊，不知道经常上 YouTube 的朋友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做知识类的、科普类的博主最近都开始有意无意的去涉猎到一些关于玄学的话题。都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这个不知道是我敏感了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情，就是你科普内容做多了，就开始往这个鬼神方面去靠了。当然，这个一说到科普，在中文自媒体圈比较有名的肯定是李永乐老师嘛。关于李永乐老师，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是他自己的这个账号里面发的，就是他最近得了抑郁症，这个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了。但是我看下来，他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原因，就是做科普不赚钱，赚不到什么钱啊。这个我自己深有体会啊。这个你想要维持高标准，想要去做内容输出然后呢又想去赚到钱，这个其实是很难兼得的。如果我是广告主，如果我是这个要去做投放的话，我也不会选择这种知识科普类的博主去做广告投放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些人的观众他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如果你想要用这种消费主义的这个话术去给他洗脑，蛮困难的所以这就造成了科普博主吃不上饭的。从广告主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选择那些煽动情绪的，或者说那种话术比较有感染力的，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困局我是可以理解的。那现在反过来讲，大家说这个面子这个东西到底重不重要大家可能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你回过头来想，并不是很多人关心的。你说这些道理，做那些科普的那些博主，他知道吗？他肯定也知道包括你说想要站着把钱赚了，你要维持这个你的原来的逼格，你要维持你自己的人设然后呢又想赚到钱这个基本上是也不能说不可能，但是很难很难。你说这些道理，那些做科普的博主他知道吗？肯定也知道，但问题是，你知道，但是做不到这样子就处于一种很拧巴的状态。拧巴到后面可能要诉诸于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了，比如说一些鬼神玄学去作为一个情绪的宣泄但是像李永乐老师那种级别的博主的话，他做玄学肯定不可能，对吧？他又要找一个宣泄口，那确实挺痛苦的。所以到最后发展成抑郁症，我觉得可以理解当然，我前面说的只是我的一种猜测这个人家真实的情况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像我自己的话，最近半年一直在听一个博主，就是王吉洲，老王来了。我经常听他的这个直播和视频，也被迫听了很多关于玄学的话题一开始可能就也没什么兴趣，嗤之以鼻，但是被迫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开始琢磨琢磨，想想好像，往深了想，好像有这么点道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对这种玄学命理感兴趣的人，要么就是说他可能没什么文化水平，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想通过这种玄学这些东西去作为一个精神依靠。另外一类人呢，他就是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理工科的背景。YouTube 上好像这类博主挺多的，很多都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尤其是计算机背景的。如果大家从计算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你会发现，确实我们这个世界，你说会不会有可能真的是虚拟的呢？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我们这个世界是一款游戏，那么任何游戏都是有游戏规则的，对吧？这个游戏你不管玩什么游戏，它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玩法那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的游戏的话，它的规则可能就是科学就是这些物理规律，比如说光速为什么是恒定不变的，对吧？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可能这个游戏就是这么设置的。然后呢，任何游戏它都是有 bug 的我们经常玩游戏的朋友，比如说去年很火的这个黑悟空你如果是达到这个特定的条件，它可以穿墙或者说以前玩的那个魂斗罗，大家都知道有个秘技，就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能触发这个无敌条件如果咱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那我们所谓的很多玄学，是不是就是这个世界的秘籍就是这个触发 bug 的一些秘籍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经常看的那个一些，比如说林正英的这个电影，或者是一些这个都市传说里面，比如说半夜12点钟对着镜子梳头发会触发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一些咒语配合手势会触发什么雷电效果或者怎么样比如说还有命理里面风水，经常看那些香港的一些风水片你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摆，你说有什么科学依据吗？怎么样吗？可能你达到这个事情以后，它就会触发另外一个条件
哎，我觉得这个跟游戏就挺像的。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持不同意的观点啊，这个无所谓，咱们反正可以商量，可以去探讨。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科学，是我们这个游戏或者说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而玄学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的 bug。所以经常有朋友说啊，有些东西想要用科学去解释玄学，就好像说用游戏规则去解释游戏的 bug，可能两个都是不同的物种，没办法去进行比较，去进行解释的。当然，可能会有朋友说啊，不对啊，老金，你看历史上有很多现象啊，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就把它归到玄学里面，但最后啊，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哎，我们这个原来认为是鬼神啊、玄学的东西，就慢慢的就是哎可以用科学解释，它就是自然现象。那你说这种怎么说呢？那我自己个人是这么想的啊，就假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是一款游戏的话，那游戏的话是有管理人员的，是有人去做定期维护的。那可能一开始有些东西，可能我们认为是 bug，但是他后来发现，哎，这个系统经过不停的迭代去升级以后，它的管理人员认为，哎，这个东西可以列为这个游戏的一个 feature 里面，规则里面。那如果说有朋友是有这个程序开发的经验啊，你说这个东西不是 bug 是 feature，这个话一听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对吧？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这个世界其实也是不停的在升级、在迭代的，我们这个作为里面的数据是不是也在不停的升级？所以说那些懂玄学、懂算命的人啊，真的好像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电脑黑客。大家如果玩这种什么游戏的话，用修改器啊，通过一定的 bug 去触发、去读取内存里的数据，如果牛逼一点的，可能直接就去改这个数据了啊，这个就是修改器的原理嘛，对吧？啊，当然我说的是那些正儿八经真的会的人啊，不是那些江湖术士。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的一个视频，蛮有意思的，是倪匡关于铁板神术和这个黄极经世书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就在 YouTube 上搜倪匡空格铁板神术或者是黄极经世书。倪匡当时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当年他跟一个朋友去拜访一个专门做铁板神术的一个大师，住在香港的。这个大师跟他见面以后呢，首先问他要了生辰八字啊，比如说你的性别、出生年月，还有这个出生地。一般我们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呢，性别、出生地肯定都是知道的，但是你的出生具体时间，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不知道的啊，因为要精确到可能分钟或者是秒，我们很多人可能只能知道个大概啊，比如说我是几几年几月几号，可能几分，可能有个几分钟的误差，但是对于铁板神术来说，它需要知道准确的时间。怎么知道准确的时间啊？然后进行下一步运算呢？这个大师有一套算法啊，这个算法这肯定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肯定是不知道的。拿到倪匡的生辰八字以后呢，他就经过一系列的算法，算出一道东西，然后去翻一套书。这套书其实我们市面上都有卖的，叫做《黄极经世书》啊，这个大家去京东、淘宝都能搜得到。然后呢，算出来的结果去参考这个书里面的这些命理这个答案啊，所谓的答案，然后问倪匡，比如说你几岁的时候是不是怎么样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某某年你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一开始答案肯定说都不是的啊，就是肯定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的。那么好，这个大师知道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输入参数是不对的，进行调整，比如说把这个一开始的输入的这个它的生辰八字往前调个几分钟，1分钟、2分钟，然后重新算出一个结果，再去对照黄极经世书的答案，再去问啊，说这个某年某月你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那样子，然后回答啊不是。好，那再去调整一开始输入的参数，就是这个它的生辰八字的具体的时间，就是不停的调整啊，就是往后调一点，往前调一点，反正就是调完以后，算出一个答案，去对照这个当事人的真实情况，不对再去调，不停的微调，到最后慢慢开始收敛了啊，输入到一个参数以后，开始算出来结果跟这个当事人的情况开始对上了，对上以后，这个大师就开始拿了这个正确的这套输入。啊，算出一个结果，然后对照这个黄极经世书里面，这个命书是可能这么长，但是你的人生可能只过了这一部分。那么一开始对上的这个就是你前面看你准不准的这部分，后面就是你的人生的后面的事情了，蛮有意思。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哇，这么神奇，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计算机方面的这个概念的话，让我想到一个哈希函数的一个概念，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在这里以一个非常常见的算哈希值的一个工具为例，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的地方呢，我就假设这就是一个生辰八字的一个格式啊，它的这个性别、出生地啊，然后这个出生时间，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算哈希值的这个算法，我把它类比为铁板神数，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算法算出来的命数啊，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看看是什么样的结果，算出来以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串字符串啊，当然这个现实当中可能铁板神数肯定是要比这个字符串要长的啊，然后大家看一下，算出来是这样一个东西。那如果说我把这里面的输入变量稍微进行一个替换，举个例子，比如说把30分改成31分啊，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好，给大家看，发现没有？这个结果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哪怕你改变一点点这个输入的参数变量，输出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那这个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为什么你的这个生辰八字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因为你的结果啊，就是哪怕你的输入的这个值如果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话，可能你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那么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改回去啊，改成这个10点30分，这个呢就是我提供给算命大师的一个我的生辰八字，然后我需要大师去算出这个值以后，他可能会拿一部分去对照这个黄极金世书啊，比如说这个是你的整个人生，然后呢，可能你的人生已经过了这一部分了，然后呢，他就去拿这部分的值去跟黄极金世书去做对比，然后呢，拿着这个去问这个要去算命的人说啊，这个是对应的你的人生这个某个节点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对或者不对？那一开始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好，我要去修改我的这个输入，那说明这个是不对的。那我就要修改我的输入，可能往前，可能往后，比如说往后啊，这个1分钟，然后再去算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然后呢，你的人生过了这一部分，然后拿这一部分去对照这个黄极金世书，再去问一遍，再去不停的去做调整，把最后调整到可能比如说，我准确的出生日期是29分，比如说30秒。好，最后生出这样一个结果，再去问这个求问者啊，这个最后这个算出来的答案，哎，对上了，这部分对上了 ，OK， 接下来就是完全就是这个大师的事情了，就他会把后面的部分提供给你，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命书，是不是？就我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就很像是黑客在破解一个系统要在做的事情，对吧？然后我记得倪匡在视频里面说。懂铁板神术的人，全世界应该不会超过5个人。以前我也好奇，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公开讲课啊，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东西啊，去知道这些算法？难道说这些人都是骗子吗？还是说有其他什么原因？那如果你是套用到这个计算机里面的思路去解释的话，又解释得通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软件，我们游戏它都是有一定的容错的啊。就是如果有些小 bug 啊什么的。人家这个系统管理员也就不当回事情了。所以说那些搞算命的人，他可能触发这个 bug 去给人家算命，只是在这个系统的容错范围里面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触发这个 bug 的秘籍被更多人知道啊，那么如果所有人都去触发，那这个系统就崩溃了啊，不是说容错就直接崩溃了。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你是作为管理员，你会怎么办？一种就是升级系统啊，把这个系统升级，把这个 bug 修复掉。那么以前比如说掌握这些秘籍的人吃饭的本事啊就没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这个系统崩溃的太厉害了，那管理员就直接重启系统吧，直接格式化吧，或者是直接就把这个电源拔了吧。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我想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这种懂算命的人，全世界知道的人不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有道理啊？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说，老金你自己既然开始对这种玄学啊、命理啊这些东西感兴趣。那自己以前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比如说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呀，或者说什么鬼压床啊这种经历啊？实话实说是这样子，大家看我这个面相就知道是阳气很足的人啊，其实我的名字阳气也很足。那像我这种体质的人的话，是很难碰到，或者说可能很难感受到这些东西的。但是一说到这个，我自己确实人生中有3次很重要的决策啊，很莫名其妙的我到后面我都没办法解释的3个决策，改变了我的人生。这3个东西我其实很难用科学方式去解释吧。另外2个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跟大家这个拍个视频讲一下。其中一个就是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找老婆的就是我怎么跟我老婆认识的。这个我到现在我其实都无法用科学解释，我可能现在想想可能只能用玄学了。是怎么回事呢？
大概是我念大学大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情啊，可能触发了什么条件，导致我脑子里面突然莫名其妙的产生了一个念头，就说我以后要找的老婆会满足3个条件啊，哪3个条件呢？第一个就是长得很像雪莉麦克莱恩，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国女演员。然后呢，同时又长得很像能年玲奈，啊，是日本的一个女演员，最近好像又火了。以前拍过那个《海女》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这2个女演员。当时我想说，哎，这个我找的老婆会像这2个人其中一个或者2个都像。第二个呢，说我以后的老婆是那种小地方出身的啊，是那种小县城长大的，不是在上海啊，所以也不是娇生惯养的人，很务实，性格很稳定的一个人。第二个，这个其实还好。第3个条件呢，我到现在一直也无法解释，就是，我当时想说，我的老婆会是个 CPA， 会考上注册会计师，啊，就是前面2个如果说是只是我的一个愿望或者说我的一个想法的话，第3个条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念头，说我老婆会是个 CPA。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017年年底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快元旦节了嘛，想出去旅游。一开始计划是想去云南一个地方边境去报个旅行团去玩一玩。后来就是在网上就跟我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也是之前去斯里兰卡旅游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团友嘛。他说，哎，他最近也要去旅游，他去元旦想去东北滑雪，去东北这个去游玩，让我跟他一起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阴差阳错的，我就把我原来那个云南的计划给取消掉了，然后跟着他一起去报了这个东北的团，然后没想到在东北的团里面啊，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婆，完美符合我当时定的这个3个条件，真的是一条都不差啊！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看看我老婆这个照片啊，是不是长得很像那2个女演员？当然你说这个长得不像啊，没关系，我觉得长得像就行啊。后来咱们就在一起了啊，想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人家小姑娘刚毕业没2年啊 ，CPA 已经过了3门了，然后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一个人去旅行，然后就栽到我手上了。这个，你说这个怎么解释呢？对吧？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后来我在复盘这个事情啊，我就想说，当时我突然脑子里出现的这一个念头啊，找老婆的这个标准，会不会是因为我可能做了某些事情，触发一定条件，导致这个系统就咱们这个世界的内存溢出啊，然后这个正好就落到我脑子里了。大家说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就好像我最近也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啊，身体机能跟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没法比的。就最近1-2年吧，我就发现我做的预知梦越来越多，就是尤其是很多关于场景方面的，我梦里面的一些场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真的是碰到。这个现象越来越多，有些地方我真的是从来都没去过，第一次去，然后碰到一个场景跟我原来做的梦不能说一模一样吧，反正就非常非常相似。可能我这个身体机能退化了，然后这个系统不停的在溢出，然后溢出到我的脑子里面了呢。这个也是我讲这期视频的一个契机之一吧。反正就是最近想到一些事情，我就不由自主的往这个玄学上面靠，所以就录期视频随便聊一聊。好吧，今天就是跟大家闲聊，想到哪说哪啊。如果有朋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或者是一些经验。今天主要就先说到这里吧。啊，大家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点个关注，然后呢，就别忘了开启小铃铛。那今天先聊到这里，拜拜，再见。